側滑不怕，就怕側滑的過程中撞到東西。你比如說这个，本期拆台本田的 CBR650发动机，从这一面看呢，完好无损是吧？打開离合蓋看呢，裡面確實挺乾淨，公里數應該不是太多，所以側滑這一下確實讓人心疼。不過呢，只要咱沒事，比啥都強。現在天熱了，大家騎摩托車該穿防具還是要穿一下的，你安全第一嘛。離合這邊呢，啥問題沒有，離合小骨和離合片也沒有磨損。現在本田650也算是降價了，新車價格也不錯，二手車的價格更香。本田650這個機器我修的也挺多的，大家翻我以前的視頻也能看出來。這個機器修最多的問題就是缸的問題，凸輪壓蓋沒有磨損。再看一下右邊的壓蓋也是很好，沒有磨損。這樣看呢，整個缸頭是沒有問題的，凸輪軸也沒看出來有磨損。這個車大家盡量還是不要去解限速。目前我這邊車主問的最多問題就是刷 ECU 會不會斷凸輪軸的事。基本上呢，如果你不解限速，這凸輪軸問題不大，你刷一下 ECU 改一下動力特性還是可以的。轉速盡量就別解了，因為我修了那麼多斷凸輪軸的，只要一問都是解限速後產生的。有些車主吧，他就刷一刷動力，不解限速。目前呢，這種情況還沒發現有斷凸輪軸的。車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碎成什麼樣吧。磁電機蓋大部分已經摔掉了，看看這邊還有一個碎片，大家可以看到線圈也完蛋了，磁缸也完蛋了。然後呢，磁電機蓋也就剩這2塊了，完整的應該是這個樣子的。所以說能想象出來這磁電機蓋有多慘了吧？好了，近距離欣賞一下吧。我這裡還有個磁電機蓋的碎片，然後磁電機裡面的磁鐵都能看到了，線圈就跟爛了似的。由於磁電機和線圈變形嚴重，導致這線圈相當的難取。反正這樣看線圈是撬不出來了，只能調整一下線圈的角度，直接把整個磁電機加線圈拉出來。還有這磁電機用螺絲就能拉出來，大家看一下吧。其實磁電機加線圈倒是小事兒，關鍵是這樣看曲軸這裡也變形了，還有箱體這一塊也碎了，這個維修成本一下子就高起來了。啊，對了，總有一些網友說呢，說21年以後解限速就不斷凸輪軸了，說是凸輪軸改進了，但是根據我掌握的情況呢，它只是改了零件的圖號，凸輪軸的材質並沒有發生變化，包括我也修到過22年、23年斷凸輪軸的，都是解限速後產生的。好，分開箱體看一下曲軸瓦，曲軸瓦倒都還沒問題，能用。鑑於本田650的凸輪軸賣的比較貴，所以下面這句話很值錢，本田650的車主一定要謹記，原裝凸輪軸賣1900多，如果你的進氣凸輪不小心斷了，你用360 RS 的，好像才不到500，都一樣用，都是球膜鑄鐵的材質，前年的用料不用擔心，前年要擔心的是它的裝配。2、3、4缸的連桿瓦呢，看起來還能繼續用，沒什麼問題。主要來看看1缸呢，中間有一道痕跡，這是曲軸變形然後擠出來的一道溝，這樣看就比較明顯了。曲軸先下場，待會兒測一下曲軸的跳動。都看到這裡了，喜歡視頻的給咱點個讚唄。這條連桿和活塞呢也都沒問題，就不做過多的展示了。再把中間3個瓦片給拿掉，測一下曲軸的跳動。哎，你說我還給它打表。你說就這情況還用打表嗎？大家看左面，這搖頭晃腦的家伙，在這個位置曲軸基本是校正不過來的。啊，現在他這個就是曲軸也廢了，箱體也廢了，沒事兒，有360 RS 配件頂的。本田650系列的車主千萬別滑手，我認為這個視頻一定能幫助到你。本期裝這台本田的 CBR650發動機，你們的省錢攻略來了，正在裝這個活塞環，可以用賽800的，省錢。曲軸瓦、連桿瓦也可以用賽800的，或者說是360 RS 的，但是要注意瓦片的顏色，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的公差。如果說很不幸你的曲軸也拉了，你就用360 RS 的曲軸加連桿，但是有一條要注意，離合大鼓要換掉，換成360 RS 的，還有離合小鼓的墊片也要換一下。你也不用擔心前腔配件的質量，比如這個瓦片跟本田一樣用的都是大同的。我還是那句話，前腔你不用擔心它的用料，它只是裝配不好，用前腔的配件能省下相當一大筆的維修費用，光一個鋼墊就能省300左右。像是曲軸、連桿這些大件更不用說了，買一個拆車的本田650連桿還要400多塊錢呢，前腔新的才100多。所以廣大本田650的車主認真把這期視頻看完，萬一你們的發動機出點問題，這個視頻是個妥妥的省錢攻略。後面呢
如果你不是本田650车主也別急，因為我修發動機比較多，後面像鈴木、傳祺、雅馬哈之類的，如果也有可以平替的件，到時候我都會發視頻告訴大家。比如之前忍四車主那一套發動機密封鏈將近1000，然後呢，我發個視頻告訴他們，用前姜3450的不到200，那個視頻都100多萬播放了。看超声波洗完就是乾淨嘛，裝的時候呢也比較舒心。剛剛說的就是這個鋼墊，本田650的400多，前姜的100左右。所以說本田的車主還有我們當修理工的，咱們是最沒資格罵前姜的，別人怎麼罵都行，你們必須感謝一波，沒有他你還想省錢？還有不少本田650车主的水泵壞了的，本田的水泵1000塊錢一個，也可以用赛800的或者赛600 RS 的，200塊錢一個。還有机油泵也可以通用，這些我都給大家試過了。不過呢，這樣說的話可能會得罪一些賣本田配件的，這裡呢給你們說聲抱歉。現在大家玩個車都不容易，該省還是要省一下的。平時呢我的內容主要是拆机，給大家看一下用料，看一下發動机結構，對大家幫助也是有限。所以呢，通過自己的維修方面，能尽可能的去幫助大家。其實吧，这個事主要怪前姜，誰叫前姜最喜歡仿制別人家發動機呢？還有些前姜沒仿制過的發動機，那大家該買原裝配件還是得買原裝配件，你們說是不是？你可以不買前姜，但是你必須得感謝前姜。這句話的含金量一直在上升。還有鋼頭這塊，也可以用賽800或者賽600 RS 的鋼頭。进氣凸輪呢，也可以用賽800或者賽600 RS 的，但是排氣凸輪盡量用原裝的，不然的話裝車起來怠速可能會不穩。這個也是我親測過的，這一個鋼頭就能省好幾千。都說到這了，喜歡視頻的給他點個讚唄。本田的鋼頭可不便宜啊，但是前姜的鋼頭是肯定不貴的，基本上是大件都能用赛600 RS 或者赛800的代替。但是因為赛800跟这個本田650的排量差距比較大，所以呢還是建議大家用赛600 RS 的，畢竟就大幾十個排量，在分到4個缸裡面，每個缸只大幾個排量。後面呢找機會我再把赛600 RS 的排氣凸輪軸給裝本田650上，看看怠速的問題能不能解決。赛800的凸輪軸揚程是比本田650大不少的。剛剛就說這個機油泵啊，也是通用的啊。離合大鼓呢是齿數不一樣，要換就跟着曲軸一塊換，所以大鼓算是不通用的。機油泵鏈條這塊基本上不壞，所以說就不講了。然後離合小鼓這塊呢也算是不通用，賽800的離合小鼓呢它更高一些，離合片也比本田650多，但是多歸多，你去掉2片可以給本田650用，也不用擔心它離合片的質量。因為它跟本田650一樣，用的都是富士的離合片。当然，有人會有個更大膽的想法，就是說我本田650能不能換賽800的整機上去，或者賽600 RS 的？可以是可以，你要改樣發電線圈的接頭，還有觸發器這一塊，然後還有這裡上面有觸發的出台，這個也要換。還有一種本田650的觸發出台是在磁電機上面，這種情況呢，你把磁電機要換了。當然，為了防止人家看出來你這個是本田的車，裝個前姜的發動機，你把這離合蓋也可以換成本田的。那好了，基本能用的替換件都告訴大家了，你們就說這算不算保姆級攻略吧？好，發動機也裝完了，測個缸壓，因為是單獨寄發動機過來修的，只要缸壓正常，有油有電，100%招車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就到這裡了，感謝大家觀看。